This documentary may contain footage of strays in distress or injury. Please watch with discretion. 一只流浪狗一只流浪狗为了融入新家庭，究竟有多努力？就在回家时，其实我对它并没有抱多大期望。心里存在的蠢的回家时，其实我对它并没有抱多大期望。心里存在的蠢的傻的吱哇乱叫、不懂事等刻板印象。但是到家第一天，它就让我惊到了。不同于我家老大和老二2个月时候的整晚睡觉，它竟然1个晚上都没有吵闹，安静的像个懂事的孩子，仿佛知道最近我很辛苦，不愿意吵到我休息。那种莫名的懂事让我第一次心里有点酸酸的感觉。对他第一次出门打针，出去陪我们吃饭，哪怕可能真的有点害怕，他也都不会来回拧巴，或者说用力去挣脱，而是安静的任我们摆弄和上药，仿佛知道不能给我们增添哪怕多一点点的麻烦。我在家吃饭或者在忙工作的时候，他会非常自觉地拿着他的玩具。他会非常自觉地拿着他的玩具自己把玩，没有咬拖鞋，没有拆家，更没有翻垃圾桶。相比我家那只从小被宠上天，还给我惹了无数祸的老大，他完全没有让我操一点心。学习上厕所口令时，虽然听不懂我表达的是什么，但看得出来他完全没有让我操一点心。学习上厕所口令时，虽然听不懂我表达的是什么，但看得出来他非常努力去思考我的意思，想让我开心。仅仅第3天就学会了听口令上厕所。与其说他是只狗，不如说他是我的孩子，因为他让我找到了自信，让我久等了。为啥说田园犬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？因为真的很省心。让我久等了。为啥说田园犬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？因为真的很省心。网友说是4眼铁包金，刚好结合卷卷在家。在家的这2个月，从4个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养狗的感受。因为卷卷到家第2针还没有打完，所以目前只有给它梳理过毛发，没有养狗的感受。因为特意闻了闻，确实没啥狗味。平时每天拖地也没有见到很多毛发，总之比我家满福那是好多了。它就和小朋友一样，肚子圆滚滚，奶香的。至于拆家方面，都说狗像主人，我小时候就是那种给个奥特曼玩具可以自己打一整天的。卷卷也是，给他个玩具球或者一个他自己可以咬来咬去根本不带停的，所以平时也没有见他有精力去拆家。其实智商方面是最让我惊讶的，我都感觉他可能最后就是我们家聪明的智多星了。回来3天他就会定点上厕所了，真的让我省了好多心。坐下的口令也是信手拈来，像极了小学班里的学霸，这点就不像我是学渣。接卷卷回来的日子已经1个多月了，每天依然会收到很多网友的祝福。卷卷疫苗过后，我决定让他们吉祥三宝齐聚一堂，给大家带来更多开心快乐的时刻。久等啦，上个快乐的时刻。
久等啦！上个月我在车流量购卷卷，我开启了一天打2份工的日常。白天蛋糕店上班，下班跑外卖。当时第一次在车流中捡起卷卷，我是把它拎外卖。当时第一次在车流中捡起卷卷，我是把它拎起来又放回了路边的。因为确实目前大环境不好，除开贷款和房租，我收入连养活自己都非常困难，家里还有2只老宝贝。我深深知道带回家就意味着责任，可当我再次启动出发，他又傻傻的有2只老宝贝。我深深知道带回家就意味着责任，可当我再次启动出发，他又傻傻的跑到了车流中间。这时我脑袋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救起他，心中也暗暗下了决心，心里想，摊上我，可能你没有其他狗那么有钱的家长给你提供最大牌的狗粮，给你提供最宽敞的狗，其他狗那么有钱的家长给你提供最大牌的狗粮，给你提供最宽敞的狗窝，给你提供最富裕的陪玩时间，但是我再苦也不会苦了你。都说养狗就是养小时候的自己，我深深明白，没有父母的托举，想生活的舒适是非常困难的。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说跑外了一个新的狗窝，一个新的狗窝，一个餐盘，然后带他去医院打了疫苗，买了羊奶粉。他似乎明白这是爸爸辛苦跑外卖给他的礼物，他真的非常开心。生活破破烂，辛苦跑外卖给他的礼物，他真的非常开心。生活破破烂烂，小狗缝缝补补。虽然生活依然很苦难，但是我和我的狗儿子相信明天一定。我依然很苦难，但是我和我的狗儿子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。努力努力！一只流浪狗竟然改变了我的生活。没有救起卷卷之前，我还是一只有拖延症的生活。没有救起卷卷之前，我还是一只有拖延症、胆小、不自律、3分钟热度的流氓。便开始转动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被几十万人点赞，被1000多人关注。我突然发现自己原来还是有优点的。我开始不断记录和坚持更新，也让我变得更勇敢，敢于去拍视频，敢于去表达。我自己也沉浸在和大家的交流快乐之中，不断感受到了爱的流动，被这么多善良的人关注并给予祝福，让我觉得生活哪怕充满艰苦，但是仍然充满希望。虽然暂时没收益，但是对我来说特别开心。人海茫茫，感恩有你们，我们彼此鼓励，彼此成就。我也想在后面的日子尝试我从来都没有做过的直播。对于我这个爱人，想到这个又浑身，但是毕竟好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，不迈出第一步就永远不能摆脱困境。大家有关于直播的经验也可以指导下我哈，希望大家能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这个迷你的生活。努力努力！你会打滚吗？对于养狗，你倾向正向教育还是棍棒教育呢？就在上个月，我在车流中救起了卷卷，算下来，他已经是我的第3期引人的注意，越来越让我省心。奶豆是我家里老大，从小和我一起睡觉，是宠儿教，啥都要独占，还喜欢护食、翻垃圾桶啊，再不乖也是我的崽。我想是自己的教育问题。等到了满福和卷卷，我是痛定思痛，买了书籍，并且认真学习了绝大师带根基的课程，从不棍棒教育他们，忽略所犯的错误行为，多引导他们去做正确的事情，并且及时给予奖励，同时语气上扬，夸张。所以满福哪怕你让他一个人在家1天，他也不会在客厅上厕所、翻垃圾桶，简直乖得像一个3好学生，脾气好，不护食，不吠叫扰民，最终开会呢。大家坐，严肃一点，严肃一点，说两句你坐好。好了，对，都听话啊，上厕所完才能吃饭。OK。爸爸做的饭好吃吗？不能做不好吃，做的很辛苦啊，今天这么热。看满福吃一下。对呀。看满福吃一下。坐，最强烈的啊，吃干净，吃干净的啊，吃好东西啊，蛋白质啊也吃干净。你让他吃吧，他这个吃货，别理。该上厕所啊，这么听话呀，自己在上厕所呀。哎呀，谁在吃胡萝卜？哎呀。是哪个宝宝在吃胡萝卜？满福最棒了，满福带头吃胡萝卜，吃蔬菜啊！小孩最乖，听到没，同学？别挑食，光吃肉。哇哦，有好吃的，不过这老头睡地上干嘛？一天天的就差稀多，就这么一点。右手看看还有没有啊？果真是养儿不防老啊！不过你最好还是赶紧老啊！